蓝忘机惊呆了，一步一步颤颤巍巍地靠近那个心尖上的人，连呼吸都放缓了，生怕吓着他。温情也跟着进了洞，闻到这股血腥味就直皱眉，那股怨气懒懒地抬头，似乎对温情和蓝湛不感兴趣。他已经饱了，吃饱了当然要睡一觉。蓝忘机伸手探了探鼻息，心底稍微踏实了些。他很想把这般脆弱的魏无羡搂进怀里，拂去他所有的伤痛，再把这人好好藏起来，护他一辈子。等他和温情把魏无羡安顿好后，才有心思坐下来慢慢理清思绪。为什么10年后的他会回来，然后还变成了小孩？到最后，蓝忘机只得出一个结论，他是回来救魏无羡的，回来弥补前世的遗憾，回来护着他。想通后，他进了洞，温情刚给魏无羡包扎好，看见蓝小战便识趣地退了出去。蓝忘机轻轻拂去魏无羡脸上的血渍和泪水，在他的眉心落下一吻，只是轻轻地碰了碰，温柔至极。魏无羡一直无意识地喊着蓝湛，念着还给我。蓝忘机低垂着眼眸，在魏无羡耳边轻声道：“我在，别怕。”魏无羡慢慢平静下来，眉宇舒展开来，嘴边也挂起了笑。蓝小战人着他蹭了蹭软嘟嘟的脸颊，看他心满意足地睡着了，也微微放下心来。蓝小战费力地帮他把被子粘好，悄声退了出去。温情在外面等着他。蓝二公子，不是韩光君。温情行了一礼。蓝忘机回礼，温姑娘，感谢韩光君救了魏无羡，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温情问道。留下来陪着他。蓝忘机道。还麻烦温姑娘多照应。没问题，只是韩光君的记忆已经完全恢复了。既然恢复了，又怎会答应继续留下来？全天下人都知道夷陵老祖和韩光君水火不容。我还记得之前的事，全部都记得，而且我和魏婴从来没有不和过。温宁也慢悠悠地晃过来，小声道：“韩光君，多谢你照顾魏公子。”蓝忘机点头示意。大哥，一声似曾相识的奶音出现了，小弟找你1天了。原来你在这。蓝忘机虎躯一震，缓缓转过身，只见不远处一只泥巴里滚出来的团子拿着不明物体飞快地跑过来，边跑还边喊着：“大哥啊呀呀呀啊呀呀呀！”蓝忘机下意识的一闪，温家姐弟也早早避开。小阿院不知被何物绊了一下，手里的不明物体甩了出去。温情今晚吃啥？魏无羡揉着眼睛从洞里走了出来。我半天没吃东西了，顿。那个粘着泥巴的不明物体完美砸到了魏无羡的脑门上，场面顿时一片寂静。果然陈情又被你这个小兔崽子拿了。魏无羡甩掉泥巴，难怪这几天都找不到。而他的脑门上很明显的肿了一个包。蓝小战目瞪口呆，这人是怎么做到昨日生死攸关，今日就一脸淡定的走来唠家常？温情好像习惯了似的，饭给你留着，你赶紧把陈情洗洗，等吓坏了。温宁看着怀疑人生的蓝忘机，好心解释道：“魏公子这不是第一次了，只是之前都没有昨日那么夸张。”蓝忘机不悦地皱了皱眉，心里自责到这些他都不知情。魏无羡从来没告诉他过，10几载后也没有。魏无羡早就看见一旁的白色身影了，他有些心虚，只能故意忽略蓝小战，下意识地避开不去看那双琉璃色大眼睛。但蓝小战直接上去抓住了老祖的手腕，严肃道：“魏婴，先养伤。”魏无羡听到这称呼，愣了一刻，苦笑道：“蓝湛，你恢复了？那你是来告别的？”魏无羡努力地掩盖失落感道：“是，你本就该离开的。”魏无羡是真的舍不得。他吸了吸鼻子，掩去湿润的眼眶，努力提起嘴角，露出一个极其难看的笑：“你以后还会来找我吗？”魏婴。蓝忘机轻声道，转过身蹲下来。魏无羡一脸失落的照做，蓝忘机勾起嘴角，捧着心上人的脸吻上那让他朝思暮念的柔软。魏无羡瞪大双眼，仿佛连呼吸都不会了。蓝忘机小心翼翼地轻啄了一下，并未停留太久。第一是因为魏无羡太青涩，第二是因为他还小。那滴魏无羡憋了许久的泪还是落了下来。两人额头抵着额头，小蓝湛还很照顾的没碰到那个刚刚撞出来的疙瘩。他温柔地看着魏无羡，拂去那滴泪，缓声道：“我不走，我就在这陪你。”魏无羡呆愣着，好半会才喃喃道：“
你不走了，不回去了，不会离开我了，对不对？不走了，不回去，不会离开你。魏无羡破涕为笑，猛地搂住蓝忘机，重复道：不走了。蓝忘机道：不走，不会离开我了。嗨嗨，温情在一旁看不下去了，那啥，魏无羡你不饿吗？对哈，我饿了。魏无羡下意识地把蓝忘机往胳膊下一夹，直奔膳房。温情叹道：魏无羡这小子总算清醒了，我那些绷带也能省着点用了。温宁小声道：姐，他俩亲了温情，亲了就亲了，等等，白菜被猪拱了。